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美国军方发展武器装备需要大量的投资，那么这些投资必须美国国会批准。那么前段时间呢，美国的陆海空三军都分别向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做了报告。这些报告无非是为各军兵种拉钱，而且呢要讲清楚他花钱的目的。美国导弹防御局最近呢也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阐述了他们2022财年要花的钱。那么他们要花什么钱呢？导弹防御局它的使命任务主要是战略导弹防御系统或者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开发和使用。那么这次呢，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末端拦截高超音速飞行器。那么过去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基本上分成3个阶段来进行拦截，因为弹道导弹它的飞行分为初段、中段和末段。美军部署的各种各样的拦截系统要分别具备在中段和末段拦截敌方目标的这个能力，这里面包括有海基的、陆基的各种各样的导弹防御系统。那么现在美国的导弹防御局为什么会提出今后把重点放在末段上？是因为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因为现在很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都已经开始逐渐的形成了高超音速机动化的能力，拦截难度大大提升。特别是很多高超音速武器不见得是由弹道导弹发射的，有可能呢，它就是一个巡航导弹，只不过这个巡航导弹的飞行速度非常高，超过音速的5倍。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把目标集中在中段，恐怕对中低空飞行的高超音速飞航式导弹的拦截呢就无能为力了。如果你把拦截范围缩小，最终呢把拦截区域集中在高超音速武器系统攻击的末端，那么可能拦截的把握更大一点。这个呢可以说也是美军现在无奈的选择。我们知道前些年美军做了大量的演示性的演练或者是演示性的拦截，号称呢能够拦截飞行在大气层外的敌方的来袭导弹。那么现在这些导弹改变了机动能力，不但在末段能够机动，在中段甚至也能进行机动，拦截难度增大了。那么何况呢，中段拦截需要个头很大的导弹才能够飞到300-400公里的高度上对敌方导弹进行拦截。这个大导弹很多平台是带不了的，特别是一些军舰你就带不了射程很远的拦截导弹。那么陆基可以吗？陆基可以配，但是也会影响到它的机动性。而现在呢，俄罗斯又开发出了以锆石为代表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它的最大飞行速度据说可以达到音速的8倍甚至9倍。那么这样的导弹根本不需要飞出大气层，在大气层的较低高度上，它就能够完成高超音速飞行。那么现在的一些雷达以及通讯系统就很难对这样的目标呢进行搜索跟踪。过去的反导系统主要是看高不看低，现在低空也出现了这样的目标了，你怎么办？因此美军呢必须改换门庭了。这也就是这次美国导弹防御局提出的新的概念：拦截末端。因为你不管是从高处来还是低处来，
最终那都会集中在目标身上。那么什么样的目标值得高超音速武器去攻击呢？就是航空母舰这样的高价值的目标。显然，无论是天基的高超音速武器系统，还是空基的高超音速武器系统，都对美国海军的核心航空母舰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因此，他们必须开发出新的拦截手段来对付这些要命的家伙。那么，怎么来对付末段飞行的高超音速武器系统呢？首先，你要能发现目标因此它的各种各样的雷达、探测手段必须升级改造。另外呢，它的情报收集、网络通讯以及指挥控制系统也要升级到能够对付来自不同高度层的高超音速武器系统。那么这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巨大的压力。这样的挑战和压力，美军现在能承受吗？或者是他未来能承受吗？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因此，美国导弹防御局这次提出的将拦截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的区域集中在末端，可以说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